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瘦了，也憔悴了，受苦了吧？臣妾有皇上挂念，不苦。朕都没替你向皇额娘求情，怎算挂念？皇上有皇上的难处。你跟海兰交换，没被人发现吧？没有。你看，今儿个真巧，你衣裳的颜色和朕的那么相似。匆忙出来，我都没来得及打扮。无需打扮，心意相通最重要。咱们多久没见了？35天。皇上，臣妾做了几味点心，尝尝吗？好啊，快拿过来。你被关着，还有心思做糕点啊？这3味都是皇上素日里爱吃的，臣妾做惯了。这味藕粉桂糖糕是太后爱吃的，臣妾正学着做，还没机会让太后品尝。味道还是很好，丝毫未见逊色。只不过，就算你再怎么用心，皇娘也未必会喜欢。凡事莫说尽，万一太后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呢？哎，这糕点酸酸甜甜的，你喜欢的。皇上爱碧萍，本应4时插花，人作花瓣，取其芳香满床，握之神清气爽之效。但是现在点了龙涎香，不插花也是好的，以免乱了气味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你看，这4处的碧萍都是空着的。朕闲的时候啊，就观赏观赏，把玩把玩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幅画好像是个什么故事？老来子采衣娱亲，这你都不记得了？24孝。24孝的第1篇是闵子骞单衣奉亲。你记差了，24孝的第1篇呢是虞舜孝感动天，第2篇才是闵子骞单衣奉亲。皇上心中存有孝道，才会记得如此清楚。24孝第1篇是虞舜孝感动天，说明在世人的心中，百善孝为先，有以君王为典范，宣扬孝道。皇上刚刚登基，政务繁忙，是不是已经忘了在寿康宫的太后？皇娘自己不提，朕就让那慈宁宫慢慢的修葺行进。太后不是自己不提，是把这个表孝心的机会让给皇上您了。朕也想把皇额娘移至慈宁宫，可是你姑母刚过身，逼你闭门守孝，皇额娘独断专行，丝毫不顾朕的感受。太后和姑母积怨颇深，请皇上不要顾及姑母和臣妾，以免坏了母子天和。朕当然希望以天下之力来安养皇额娘天年，只是朕才刚登基，皇额娘就如此雷厉风行。臣妾只求皇上为天下之表率，为百姓尽福，千万不要以臣妾一己之身为念。可是朕的心里总有道过不去的坎儿。朕的亲生额娘，皇上的亲生额娘只有太后，她现在住在寿康宫，等着皇上去接她，住慈宁宫。皇额娘多年专政，在朝中与宫中都颇有权势，
只一个讷亲，便是皇额娘族人，权倾三朝。若是朕事事都迁就皇额娘，那朕岂不是被她牵着鼻子走？皇上，那不是迁就，那是孝顺。在后宫，皇上可以对太后孝顺有加；在前朝，以皇上的才干和魄力，足可以威慑天下。皇上胸怀韬略，还请皇上三思。景仁宫才刚暴毙，你就力证皇额娘清白。要是皇额娘知道你来求朕，她一定会很后悔这么为难你的。真如此就好。还请皇上打开心结，不要再计较了。这件事已经1个多月了，太后也挺为难的。皇上。就依你的啊，孝敬皇额娘，颐养天年，好吗？就依你的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放心，这会趁皇额娘开心的时候，再替你求情啊。臣妾该走了，海兰还在被关着呢。好，朕送你出去。皇额娘方才见过慈宁宫，觉得修得如何啊？你惦记着哀家一心礼佛，佛堂里供了3尊佛像，又将花园修得这么精致，足不出户便可看到奇花异草。儿子早该将皇额娘挪至慈宁宫，只是儿子刚登基，前朝的事情忙不完，又想着将慈宁宫修缮好，再让皇额娘住进去。儿子希望皇额娘可以安心地颐养天年。前朝的政务要紧，后宫的事算不得什么。皇帝啊，你初登大宝，多少人看着你年轻，存着窥视之心，所以朝政的事情，你多问问那些老臣子，总没错。儿子也是这么想。这讷亲是皇额娘的族亲，儿子打算加封她为1等公。还有，儿子登基要加皇额娘徽号，礼部起了重庆二字，皇额娘觉得如何？皇帝有孝心，比什么都好。前朝忙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啊，那儿子先告退了。等到稍晚些，儿子再带皇后还有嫔妃们向皇额娘请安。去吧。儿子告退。皇上对太后做的圆满，极尽孝道。你去把青英找来，哀家有话跟他说。是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，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。臣妾在闭门守孝之时擅自离开，还请太后见谅。替哀家进言，何罪之有？起来吧。只是哀家不曾想，自己如此可怜，移宫之事，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。皇上刚刚登基，忙于朝政，一时顾不上。哪怕臣妾身在前邸，也是该提醒皇上的。难为皇帝还听你的劝，哀家以为皇帝的孝心还不如你。皇上的孝心，臣妾哪里比得上？皇上说，您是天家最尊贵的长辈，世子近臣唯一的太后，必得有相配的殿宇。所以皇上对慈宁宫要求尽善尽美，
稍稍耽搁了些。巧舌如簧，既维护了皇帝，也全了哀家的颜面。虽说你是景仁公的至亲，但事事以孝敬哀家为先，那就功过相抵了。行吧，你收拾收拾，从前底出来吧。守孝在心里就成，毕竟是皇帝的嫔妃，还是要住回后宫去的。臣妾谢太后。臣妾还有一事求告太后。清音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，臣妾觉得不大合时宜。不合时宜？是，樱花都是粉色，而臣妾却是青樱，所以不合时宜。臣妾不仅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更是爱新觉罗的儿媳，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，许臣妾斩断旧过，祈取幸福。你这么想？是。那你最盼望什么？情深意重，两心相许。如意，好不好？是事事如意的如意吗？哀家选的是懿德的懿，意为美好安静。《后汉书》说：“邻虑懿德，非礼不处，人在影成双。”便是最美好如意之事。这世间一动不如一静，也只有静才会好。谢太后。只是臣妾不明白，意便很好，为何是如意？你还年轻，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，太难得。若能如意，便很不错。太后的教诲，臣妾谨记心中。好了，夜深了，你也回去歇歇吧。等出了前底，便是新生了。臣妾告退。这太后不是很讨厌乌拉那拉氏吗？怎么这么轻易就把她放出来了？这也太儿戏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能让皇额娘不讨厌，才是她的本事。皇额娘还给她赐名叫如意，皇上都亲自去看过她了。如意？什么如意啊？倒叫臣妾想起当年选福晋的时候，皇上就赐了一把如意给她，还选她为嫡福晋。太后下旨放了如意，那皇上就会给咱们定封号、行册封礼了吧？看来咱们还得感谢他呢。皇上就这么看重她吗？本宫实在不能忍。听说这次的事儿，海兰那个小贱人出力不少。海兰一向不得皇上的宠爱，所以一直依附着如意。这说来也奇怪，那么一个标致人，皇上怎么就不喜欢呢？长得再美，却不识趣儿，见了皇上就躲，躲不了也瑟瑟缩缩的，哪个男人会喜欢呀？小家子气，若不是皇上喝醉了，怎么会宠幸她呀？没有家世，又不会讨皇上喜欢，是可怜些。如今看着也会来事儿些了，不像平素里呆呆笨笨的，还是小心些好。这海兰还没分封宫事呢吧？她也只是个常在，也只能随主位居住吧。那就请娘娘成全臣妾吧。你想做什么？咱们不能让她事事如意，更不能让她和海兰沆瀣一气。皇上如今这么看重她，若咱们不再防着点儿，以后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啊？皇后娘娘，
皇上，请您往养心殿叙话。按理说，西月和如意都是侧福晋，但西月的资历浅一些，册封位次也应该低一级。可西月如今已经是贵妃，那如意就只能封为皇贵妃了。这宫中无初封就是皇贵妃的先例，那就都以贵妃的位分吧。皇上，臣妾想着，如意妹妹到底是刚出来，行事低调忍耐一些，总没坏处。且高斌为皇上督办河宫，功在社稷。相比之下，乌拉那拉氏一族实在无人可以为朝廷效力。不知是否可以先委屈如意妹妹一些，给个妃位或者嫔位，等来日逢年节或是有了生养，再进封也不迟。这妃位也可，另则高宾宫中为国，朕自然得嘉奖。赏贵妃还有高氏一族抬旗之荣，入本期满洲。圣祖的生母孝康章皇后的同氏一族，就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个抬旗的。想必高斌一定会肝脑涂地，为皇上效忠的。这外赏大臣、内封嫔妃，本就息息相关。这如意的位分是委屈了，宫事就给他翊坤宫吧。翊坤宫虽好，只是从前先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曾经住过。皇上也是知道的，皇额娘跟敦肃皇贵妃素来不大和睦，若是挪了如意进去，只怕皇额娘的心里……还是皇后细心呐。那永寿宫和景仁宫都不能住，其余诸宫也在修缮，一时间住不得人。如今就只剩下了延禧宫。这延禧宫偏远，还尚未修缮呢。如意妹妹此时不宜张扬。延禧宫虽然偏远，但是臣妾会命内务府仔细布置，断不会委屈了她。那好吧，务必得仔细布置，不要让如意住得不舒服。是。奴才尽力给皇上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，内阁已经拟了嫔妃封号，以彰尊荣，请皇上过目。呈上来吧。皇氏封仪贵人，金氏封了嘉贵，苏氏封了纯嫔，乌拉那拉氏封了贤妃，高氏封了惠贵妃。这高氏哪里聪慧了？这封号有点讽刺啊。也许惠子是皇上对贵妃的期许，希望她聪慧伶俐，这不还有全族抬旗人的恩赏呢。皇帝很会安抚前朝后宫的人，不错，不错呀。名位已定，总算是尘埃落定了，这下六宫可以清宁了。错，定下名位高低，这六宫的纷争才算是开始了。主被封了贤妃，咱们都高兴。只是到底被贵妃压了一头，贵妃得了皇上抬旗，如今更是得意坏了。而且皇上不是说让主住在翊坤宫吗？怎么又成了延禧宫？许是翊坤宫如今还不能住人吧？延禧宫也挺好的。可延禧宫旁边就是宫人来往的甬道，地儿又偏又嘈杂，还多年未曾修葺。难道这是太后的意思？她老人家还在责怪您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如今咱们呢离了这儿，已经很好了。是啊，我们抓紧收拾吧。
才觉得这延禧宫虽然靠着宫人进出的甬道，但关上大门也算清静。虽然破旧些，但古朴雅致，不错。主也太知足了，内务府的人连地都扫不干净。奴婢瞧着城前宫翳坤宫景致又美，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，住在这儿都不知道皇上多早晚才能来一次呢。好姐姐，皇上若肯来，也不会嫌路远；若是不肯来，住进养心殿后的围房也不济事啊。也是，能离了前底已经是万幸了。主儿，奴婢去给你点上安神香，这样换了寝殿，您睡得也安稳些。好。主儿，你等了2个时辰了，若是累了，咱们先到廊下歇息吧。嫔妾克里耶特海兰，请贵妃娘娘安，谨遵贵妃娘娘安排。小东西，饿了吧？娘娘这儿的孔雀呀，可真是宫里一绝。还不是皇上亲赐的，咱们皇上还是最疼娘娘。小东西，快吃吧。既然皇后娘娘要你来本宫的咸福宫同住，本宫身为一宫主位，自然留你，可你也得懂规矩。是。你既然来了，本宫便告诉你，当年你是怎么趁皇上酒醉勾引，又和贤妃勾结成了皇上的侍妾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可如今到本宫这儿来，如果再敢有外心，本宫便不饶你。嫔妾不敢。得了，西边的屋子赏你了，去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把东西放下，打扫一下。主儿，这屋子西晒，夏天热得很，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，怎么住人呢？这屋子看起来真像是给下人住的。那便是一般的奴才也不会住这儿啊，不过就是平日里放些不打紧的东西罢了。贵妃也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我本来就是一个皇上宠幸过，又被抛诸脑后的人。贵妃自然是不怕的。主儿，你也太委屈了，一来就劈头盖脸的被贵妃排选了一顿，而且贵妃娘娘说话也太难听了，怎么能那么说您呢？主儿，吃点牛乳糕。主，海常在来了。海兰，嫔妾请贤妃娘娘安。起来，起来。都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，怎么这么晚还过来？是换了地儿睡不着吗？吃点牛乳糕，你素来喜欢的，尝尝。这宫里也只有贤妃娘娘会记得嫔妾喜欢吃什么。还常在，请用茶。谢谢。海兰，你怎么了？还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，我正打算明日去求皇后娘娘让我们同住。
皇后娘娘说咸福宫宽敞华丽，指了主儿去住。但是贵妃是个不饶人的，让我们住的连下人还不如。怎么会是去了咸福宫？都怪我没有一早跟皇上要你。皇后娘娘早先一步安排的，娘娘也是没有办法的呀。就是我们主儿好性儿，老被人欺负。那贵妃这般对你，你跑来我这儿，她可不忌讳？她有什么好忌讳的？现在咸福宫可热闹了，人人都趋风，她抬起封贵妃的事儿。嫔妾是希望可以跟娘娘一起同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明日就去求皇后娘娘。但是如果皇后娘娘不肯，贵妃怪罪下来，还是罢了吧。那你要先好好护住自己。贤妃娘娘也是。海兰，你平日都叫我姐姐，现在口口声声的娘娘嫔妾的倒是身份。是姐姐。张安也请了，贤妃还有事吗？延禧宫可住得惯？多谢皇后娘娘关怀。在延禧宫一个人住着有些冷清，能否让海兰过来与我同住啊？贵妃正当宠，又得了抬旗之荣，可海常在却一直不得皇上欢心。本宫是想着，她若能与贵妃同住，也能常见到皇上，或许还能多几分雨露恩泽。否则，她要一世无宠，孤独度日吗？皇后娘娘慈心，是臣妾没想到这一层。这个镯子是咱们在前邸时，本宫给了你和贵妃的。是。本宫给了你们这对镯子，就是想要告诉你们，彼此间要存了亲好之心，让你们明白，同为嫔妃，应当不分彼此，不要事事计较。如今，你倒是肯天天戴着，也不枉本宫的一片心意。臣妾会时时带着，时时谨记的。皇后娘娘，时辰到了，郎世宁大人已经在如意馆等着您和皇上了。臣妾告退。哎呀，如今你有中宫之位，又有嫡子，皇上也厚待咱们富察氏一族，什么都好。额娘，女儿如今心满意足。心满意足是好，可是人一高兴，不能忘了看着远处。皇上抬举高氏一族，又厚待乌拉那拉氏。尤其是乌拉那拉氏，当年若不是先帝看中你，那如今这皇后之位就是她坐着了。这些年你防范得紧，以后啊也不能松懈。额娘说的话，女儿都记下了。幸好啊，他俩虽然得宠，可一直都没有生育。女人嘛，说到底还是要靠子嗣的。额娘，女儿只要守住皇后的位子，
便什么都有了。我不必事事与他们争，他们也不敢来冒犯我。哎呦，我的娘娘，你这话说得不错，可若真的什么都不做，怎么约束底下的嫔妃呢？那额娘的意思是，既然嫁了皇上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会子有前底的旧人，往后呢还有数不清的新人。做正妻的，要什么都得想到，但不必什么都做。有底下的奴才替你效劳，何必脏了你的手呢？啊？娘娘不必送了，皇上恩典，日后自有进宫给娘娘磕头的机会。娘娘，您可要千万保重凤体呀！那女儿就不送额娘了。哎，一会儿女儿要去如意馆请郎大人作画。哦，苏烈，替本宫送额娘出去。是。苏烈，你是皇后娘娘的陪嫁，打小在府里你就跟着她，最是贴心了。不像那个莲心，她是前邸里刚拨进来的丫头，怎么也比不得你。奴婢明白，莲心虽然聪慧，但伺候皇后娘娘晚，她若有什么想不到的，奴婢都会想着的。娘娘居上位，有很多事情啊，她也未必都能想得到。就算是你想到了，跟她说了，她也未必都能听得明白。如今呐，我人在宫外，也帮不上娘娘什么。有些事情啊，这宫里可全靠你了。苏烈啊，你可要好好帮扶娘娘，替娘娘分忧。夫人放心，凡事都有奴婢呢。哎，也是我做的不好，一直把娘娘当未来的福晋培养。虽然是养成了大方得体的闺秀，可是呢，她心太善，性子太柔和。有些事情呢，若是娘娘一味的不忍心，让她知道了，反而会坏事。苏烈啊，你就大胆一点也无妨啊！夫人，奴婢明白了，奴婢会替娘娘想着的。有些事，奴婢能办的，就不会脏了娘娘的手。好一个丫头。有你娘娘的好日子，就不愁没有你自己的好日子。谢夫人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这个意思极好，一次心，一次心一动。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。这个解释好啊，朕喜欢。这是你进族时，朕送你的墙头马上，你我初见听的第一出戏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计短长。但愿皇上不要让臣妾做了礼千金，被迫抛下儿女，受辱离开。你放心，朕只有裴少君的钟情，没有他的软弱寡情。
梁世宁见过贤妃娘娘。起来吧。奴才坐着给贤妃娘娘请安，贤妃娘娘别怪罪啊。你坐着吧，没事的。郎大人，本宫总听皇上说郎大人画笔精妙，所以想来看一看，打扰了。臣在宫里作画已经很多年了，可许多名位还是搞不清楚。只见过太后和皇后娘娘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出现在画上。宫里的娘娘都这么美，我不能都为她们画像，臣只能画画皇上跟皇后。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够为您画上一幅画像。皇后是皇上的正妻，所以皇上和皇后才能一同入画，嫔妃们是不可以的。西洋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们那里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妻子，并没有妾，只有一个妻房。世界还有这等事？郎大人莫不是说笑吧？没有，怎么会是说笑呢？那郎大人的意思是在西洋，一个男人只对一个女人钟情，不会对旁的女人有情了？如果没有情了，男子可以离开已经不爱的妻子，女子也可以离开不爱的丈夫。这叫合理，好聚好散。在大清民间可以，公主可以，可是嫔妃们不可以。如果没有感情了，女子为何不可以主动地提出分手呢？大人，您这是在乱讲吧？世上只有休妻，哪有休夫啊？臣每次这么说，别人都会这么认为的。主，郎大人就是乱讲，没人能信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郎大人，本宫告辞了，打扰了。恭送贤妃娘娘。奴才恭送贤妃娘娘。主，奴婢见您从如意馆回来，便神不守舍的。听了郎大人的一番话，倒像是被说中了心事。奴婢瞧那郎大人就是满口胡诌，哪有男子不爱美色不纳妾的？我怎么觉得这些胡诌是天下女儿的本性呢？您说什么呀？您受的搓磨还不够多吗？说这些话不怕又被责罚？我也就是说说，哪有女子天生爱当妾？哪有正室愿意和妾室分享自己的夫君呢？您这些话跟奴婢说说就得了，可千万别和旁人提啊。我知道。给朕。皇上，万一，臣妾是说万一啊。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，没有任何妾室呢？朕看你是傻了啊！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？皇后告诫所有人，不许吵郎世宁画画。我看就是为了防备你。臣妾只是想想嘛。虚空妄想没有任何意义。还好郎世宁年资深重，否则你们两个说话就不合规矩。臣妾知道。臣妾只是在想，万一有一天天下所有的男子只有妻子没有妾室，或者夫妻之间的情分已尽，女子也可以求去。好了，郎世宁呢，来京中多年，想必也和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无人当真，无人在意，唯有你钻牛角尖。
臣妾只是在想，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也挺好的，人人都可以做一心人，做不了了就自愿分开了。真是痴话啊！如意，你是女子，又在宫中，你得守着三纲五常，还有君臣夫妻嫡庶尊卑的道理。道理纲常之外，也有别的可能啊。那些西洋外来的风俗，不同于我们天朝上国。风俗是不同，可天下男女的心是相同的。皇上难道不想一生只一次心一动，只对一个人吗？好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那皇上这般说，臣妾今日便记得了，以后也不敢在皇上面前妄言，一定对皇上谨言慎行，恭恭敬敬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如意馆的人来了，问您是不是过去？不去了，朕没心思。这，来，把朕推回去。这，慢点。这才封妃多久，就闹了一场。王卿说，皇上动气了。这贤妃，平常看着还像个样子，这起了性子的时候，着实不成体统。晋仁公都轰了，他还这么使性子，迟早得吃亏。罢了，只能让另外几个嫔妃多去侍奉皇上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不理臣妾啊？朕乏了。你来了半日，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？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，怕惹皇上笑话。那你就继续做你的闷葫芦吧。您和皇上置气，可皇上倒好，今儿去贵妃那儿，明儿去嘉贵人那儿，就连最不得宠的婉答应都去养心殿侍候笔墨了，您还在这画什么呀？您是真不着急啊？他是皇上，我是妃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阿若姐姐，主才不会生了和皇上的情分呢。走进，走。阿若，把这儿收拾了。快走！还有没有胡思乱想啊？就算朕说话说得重了一些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成了吧？是臣妾的错，臣妾错在直言不讳，忘了您是皇上，是不得冒犯的天子。你这倔脾气。来，瞧瞧朕带了什么送你。皇上有什么赏臣妾的？臣妾谢恩。一笔一笔画的，不是赏赐，是真心。那不如先看臣妾的。哦。哼哼。臣妾怎么这般端正？降雪轩时，你就是这般接过朕的主意，那是朕心里最难忘的时刻。
可臣妾画的皇上是得侧福晋旨意那天去城楼上找皇上，看见皇上玉树临风的样子。哎，一个端正，一个逍遥，这怎么会配呢？不配啊！朕可以与皇后一同入画，与你却不行。所以朕画了你的小象来哄你，结果你说不配啊！人是一对璧人，可是神情姿态都不相同，一起入画怎么合适啊？哼，那朕就偏要合适。朕叫郎世宁裱好之后，把它收起来。今儿个天真热啊！您一直在用啊？是啊，朕一直带着它，这红丽清英，哪里会不般配？绣这块帕子的时候，臣妾还在淼云阁守孝，当时还叫清英。那时候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红丽了。哼，帕子上的清英红丽在一块儿，那我们也不会分开的。朕不会让你看不见朕的。皇上，臣妾那日跟您顶嘴，您就当臣妾是最后一次吧。朕知道，朕知道你有心思，从来不瞒朕的。你姑母一走，你所有的心事，也只能对着朕说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往后还会有更为难的事，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清英的性子。只是以后啊，不许说傻气的话。是。这花开得到喜庆，黄与紫都是尊贵之色，摆在慈宁宫很合适。皇上小心，有什么好的都紧着您，就连送花都送的最好的。太后，皇上来给您请安了。皇上万安。给皇额娘请安，儿子来晚了。哎呦，看你这急匆匆的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今儿在漱芳斋听了会儿戏，一时忘了时辰，事儿迟了。是和贤妃在一起？皇帝和贤妃感情要好，对吧？毕竟后宫也要注意雨露均沾。你若是整日和他在一块儿，容易让其他嫔妃眼热，也会让他们的母家不安心呢。是，皇娘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来，陪哀家进屋用膳。主绣什么呢？哎，这不是昨儿皇上赏给您的诗吗？我把它绣在帕子上，都别致。皇上人虽没来，心里却记挂着主。主想到了皇上，便这般高兴。哼，这费了贤妃好大功夫吧？还绣了人物，是谁啊？回皇上的话，主说皇上的诗是题《吴梅村集》，主最喜欢里头那首圆圆曲，所以这个人物是陈圆圆。他倒有心思。皇上，方才启祥宫来请过了，嘉贵人等着您去用晚膳呢。皇上夸主有心思，不如当着主的面夸，比奴婢传话来得好。罢了，朕允了嘉贵人，去启祥宫吧。这是。主，怎么了？嘟了个脸。
皇上明明喜欢主的刺绣，偏还去了嘉贵人那儿。这些日子，皇上怎么来咱们宫里少了？皇上自有安排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奴婢就陪主在这儿等着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坐下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今儿穿的这身衣裳，花样虽少，却以青朗为主，看着很是大气。娘娘衣上的折枝花针法，像是我大清刚入关时实行的绣法呢。可是夏宫里最实行的，是在整件衣上满绣轻巧花样，会用金银丝线和米珠薄薄织起，或织金泥金，缀在江南最软的绸缎上，真的是又华丽又轻软。皇后娘娘，你身上这身衣服颇有古风，看着也很别致。那看来，大家还是觉得本宫这身衣裳不错了。是。本宫查看了内务府的账本，见后宫每年所费衣料之数甚巨。本宫的这身衣衫虽然是绣花，但疏落简朴，而你们所穿的衣服，且不论衣料，便是这刺绣一项，便所费太多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可是咱们也不是用不起这些呀。后宫所事，民间往往追捧，所以才使得京城中江南所来的衣料翻倍而涨，就是绣工也愈加昂贵。如此下去，奢靡成风，还如何了得？贤妃，你说呢？宋仁宗喜食羊羹，不愿因自己的一夕之欲开启无穷宰杀，而自人口腹之欢，更不愿民间知道宫中喜物养成奢靡之风。皇后娘娘此举有如宋仁宗一般。皇后娘娘说的固然是，可是皇上一直都说圣祖和先帝励精图治，国富民强。便是国富民强，后宫也不能挥霍，否则祖宗们留下的基业还能经得起几代？本宫以身作则，效法祖宗旧制，从今日起，不再用江南所进贡来的昂贵衣料，不佩戴贵重首饰，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分发。便是协芳殿伺候阿哥、公主的奴才们也要减半。是。皇后娘娘真是克勤克俭。本宫也是想着，咱们身居六宫，但却为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咱们不能忘了祖宗们定天下的艰难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水之，一会儿回去啊，先让主过目这些布料，他要送给三阿哥裁衣裳的。是。姜太医，这边请。姐姐，哦，走吧。
阿若，这书我还看呢。皇上，怎么？这些日子许久未见，是不是朕的样子变了，才让你如此发呆？臣妾是有日子未见皇上了，但皇上容光焕发，可见素日保重。那朕没来的这些日子，你可有保重自己啊？很想保重，但就是见不到皇上。哼，朕这不是来了吗？皇上，这茶凉了，我让阿若给你换杯热的。阿若，皇上请用茶。是奇云瓜片。奴婢估摸着皇上刚用了膳，天气冷了，难免多用荤腥。这茶消垢腻、去积滞，是最好的。千灵百丽，心思又细，是你调教出来的吧？这话都是主平日口里颠来倒去说的，惦记着皇上用什么了，用的好不好。奴婢不过是耳熟，随口说出来罢了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难怪朕想着你的茶，原来你也惦记着朕呢。原来皇上是想着臣妾这儿的茶，那明日里臣妾就往各宫里都散一些，也好引得皇上各宫都去坐一坐。哼，这话便是赌气了。如意啊，朕知道你入宫以来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朕想护着你，可是不如在前底时可以自由自主，所以为了朕，你忍一忍。王钦，奴才在。东西呈上来。这甚赞徽音，朕亲手为你写的，如何？甚赞徽音，何解？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大司司徽音，则百司难。”慎的意思是要你谨慎，唯有谨慎才能够得到美誉。那是皇上的好意，臣妾倒觉得无趣。那朕跟你说点有趣的，你与朕的姻缘，源自于音，墙头马上。所以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全在这个音字上。那臣妾便十分的喜欢。喜欢就好。王钦，嘱咐内务府，将其做成匾额，挂在延禧宫正殿。这。奴才给贵妃娘娘宜贵人、嘉贵人海常在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秦公公，今儿个怎么劳动你过来了？皇后娘娘说啊，这不连着下了几天的雪，天气湿寒，特意吩咐太医院做了白花丹和海枯藤的香包给各宫佩戴，这能祛风湿、通经络。皇后娘娘真是体恤下情啊。可不是嘛。本宫素来体寒怕冷，多亏了皇后娘娘想着。莫仙，奴才本该还要去启祥宫和景阳宫，那就一并交给宜贵人和嘉贵人了。有劳秦公公了。秦公公，快把海常在的香包给他，别像本宫苛待了他似的。那不能够，都有。来，拿来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
有劳公公了。哎，双喜，给秦公公封点银子送去。哎呦，那谢娘娘了，奴才告退。这香包可是娘娘的情谊，你们可别忘了时时带在身上。那是肯定要带的。得了，别杵在那儿了，回屋去吧。嫔妾告退。跟块木头一样，难怪皇上不喜欢了。瞧他那呆呆的样子，这样啊才能显得出贵妃娘娘的灵慧聪颖。哪只凤凰身边没有乌鸦呢？你这小嘴巴巴的，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刺心，写得越来越好。主儿，内务府越发会欺负人了。皇后娘娘赏给各宫的白花丹和海枯藤，是做成了香包，叫和宫的人佩戴。奴婢收下了，没仔细瞧，结果方才打开一看，里面的白花丹粉末全是次货。我想再问他们要，他们说太医院送来的就是这些了，没有更好的。奴婢就不信，贵妃那儿他们也敢送这样的。这香包缝制的松松散散的，针脚也不成个模样。方才我过来，秦丽正眼巴巴地往咸福宫送香包呢。这针脚跟用料，我看倒是挺好的。真是小人，这点小东西都要分高低。能用就行了，搁着吧。说的也是，阿若，你把这香包留给我，我回去呢把它针脚给紧一紧，免得姐姐用了变散了。对，海兰缝的好，就让海兰缝。我最会这些功夫了，一定漂漂亮亮的给姐姐送回来。倒是便宜了秦丽那个狗奴才。泽心姐姐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呀。你一个人去，万一内务府调那些，你怎么应付得过来啊？还是姐姐想的周全。江太医，索心啊，索心，你好吗？我挺好的。你是来替嬷嬷们诊脉吗？啊，我信进太医院3年，能为嬷嬷们诊脉，已经是福气了。你安心，以你的本事，迟早会有出头之日的。太医院讲的是门第、师从和自理，这些我都没有。你相信我，我们虽然出身寒微，没有什么注意，但有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我。索心姐姐，我得走了。哎。索心姐姐，这2个月去内务府，你都往这条路上走，就总能遇见江太医。我和他自幼相识，小时候家里遭了灾祸就分开了，没想到进了宫却能在这里遇见。青梅竹马呀，是好事。可是呀，江太医还年轻，在太医院怕得熬着。我和他都是奴才，但若勤勉，未必没有出头之日。前朝那些王公大臣，有哪个不是皇上的奴才呢？姐姐好志气，凭真本事吃饭才是真的。哎，姐姐，听闻皇上最近总在养心殿照南府的琵琶记奏曲呢。是吗？若论一手好琵琶，宫里谁比得过贵妃呢？皇上怎么不招贵妃啊？停！
有个音错了，是谁啊？是奴婢。曲艺不够娴熟啊。奴婢因为担心记忆不纯，所以分心弹错。只是若非精通琵琶之人，也未必能听出。皇上训斥，奴婢心悦诚服，甘愿领受。你是赞许朕的耳力过人？曲有误，周郎顾。你把朕比喻成精通音律的周瑜了？皇上有周郎风范，心胸更胜周郎许多，定会宽恕奴婢误弹琵琶之罪。那朕在想着，你是不是欲得周郎顾，时时勿拂弦呢？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白，名蕊姬。长得纤细可爱，名字也动听。皇上说了，今儿琵琶弹得不错，只是合奏时有几个音差了啊。明儿午后照旧奉上。是。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敢在御前这般回话，也是皇上仁厚。皇上当然仁厚无比。回去吧。这个，还有那样的，捡好看的，到库房里面挑出每样两匹，送到延禧宫啊。还有那些摆件、陈设都挑好的啊，赶紧的送过去。是。秦丽公公，锁心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正要给延禧宫送月例银子的，你怎么先来了？秦丽公公今日怎么这般客气？嗨，锁心姑娘不早说，这皇上让人送来的字啊，镶了匾额，正要送去延禧宫呢。您看啊，是我不好，这素日怠慢了延禧宫，姑娘回家可要多美言几句啊。索性啊，怎么都半日了还不回去？听说有匾额要送到咱们延禧宫，怎么没见着啊？这不正要送过去呢吗？您看啊，还有别的，门口那红罗炭上好的锦缎，还有这些陈设摆件啊，您再看白花丹的香包，这些都是顶好的东西，正要送过去呢。这别的也就罢了，说到这香包，我就来气。上回敢用次货的白花丹做了香包送去我们那儿，这回再做好的，咱们也不要了。别以为我们延禧宫的人都好糊弄。不会，哎呦，是我不好啊，素日怠慢了延禧宫。阿入姑娘别生气，您看这回啊，全都是好东西，这么漂亮的锦缎，这色儿那色儿的，跟阿若姑娘一样漂亮，我马上送过去。这些个东西还算能入眼。我们主是妃位，就算是一时凤凰被啄了羽毛，但皇上眷顾，是，立刻就能飞到彩云里头。没错。我说你们也不想想，皇上独独赏赐我们主的这块匾额是什么意思？